读故事学中文。小桔灯，作者冰心。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。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。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。走上一段阴暗的反的楼梯，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，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。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，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。他不在家，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，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，叫我等着他。我在他桌前坐下，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，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。我掀开帘子，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只有8、9岁光景，瘦瘦的苍白的脸，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头发很短，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，光脚穿一双草鞋，正在登上竹凳，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。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，把手缩了回来。我问他：你要打电话吗？他一面爬下竹凳，一面点头说：我要某某医院找胡大夫，我母亲刚才吐了许多血。我问：你知道某某医院的电话号码吗？他摇了摇头说：我正想问电话局。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，就又问他：找到了大夫，我请他到谁家去呢？他说：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，他就会来的。我把电话打通了，他感激地谢了我，回头就走。我拉住他问：你的家远吗？他指着窗外说：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，一下子就走到的。说着就噔地下楼去了。我又回到屋里去，把报纸前后都看完了，又拿起一本《唐诗300首》来看了一半，天色越发阴暗了，我的朋友还不回来。我无聊地站了起来，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，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，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母亲。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的橘子，塞在手提袋里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。我轻轻地扣着板门，发出清脆的咚咚声。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，抬头看了我，先愣了一下，后来就微笑了，招手叫我进去。靠墙的板铺上，她的母亲闭着眼平躺着，大约是睡着了，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。她的脸向里侧着，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。门边一个小炭炉，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，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，不住地打量我。我轻轻地问：大夫来过了吗？她说：来过了，给母亲打了一针，她现在很好。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：你放心，大夫明早还要来的。我问：他吃过东西吗？这锅里是什么？他笑说：红薯稀饭，我们的年夜饭。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，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。他没有作声，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，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，又用2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。我低声问：你家还有什么人？他说：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父亲到外面去了。他没有说下去，
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，放在他母亲的枕头边。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，外面更黑了。我站起来要走，他拉住我，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，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，像一个小筐似的，用一根小竹棍挑着，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洋蜡头，放在里面点起来，递给我说：天黑了，路华，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。我赞赏地接过，谢了他。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：不久，我父亲一定会回来的，那时我母亲就会好了，一定。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，最后按到我的手上。我们大家也都好了。显然的，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。泪水在我眼中打转。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，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。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，但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。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。当夜我就离开了那山村，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妈妈的消息。但是从那时起，每逢春节，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。12年过去了，那小姑娘的父亲一定早回来了，她母亲也一定好了吧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。1. 小桔灯是 A. 是我买的， B. 是我做的， C. 是小姑娘做的。小桔灯是小姑娘做的。2. 小桔灯是用 A. 柚子皮做的， B. 橘子皮做的， C. 橙子皮做的。小桔灯是用橘子皮做的。3. 这小姑娘的镇定的精神鼓舞了我。 A. 可怜， B. 勇敢， C. 乐观。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。你喜欢这盏小桔灯吗？你真棒！